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留言，跟我们互动一下。好，来欢迎今天的三位来宾。首先是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武岳老师，大家好。另外，清华大学 EMBA 讲座骆秉宽老师，何荣好。大家好，好，还有台科大机械工程系助理教授黄周仁老师。何荣好，各位观众朋友好。好，我们继续来看的就是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最近的一番言论，到现在还是余波荡漾哈，因为他这个存立危机事态，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这个发言呢，引爆的这把火呢，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熄灭。本周我们看到了川普他出手了，打电话，而且是主动打给了中日两国的元首。这个三方的领导人在分别通话之后呢，全球政治局势也进入一个深度盘整的局面。那这个时候呢，也看到，因为这几天大家一直都在讨论的一个焦点，就是到底是谁主动打给谁哈。后来看到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出面证实，是川普打给了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那美中两国元首呢，这个根据贝森特最新的说法，他还说呢，未来1年大家可以期待的是。两国元首呢，可能还会有4次的会晤。不过，在同一时间也听到了美国前国安顾问 John Bolton， 他这个时候说呢，川普政府当中如果由共和党的孤立主义派占上风的话，那么美国可能会因此抛弃台湾。这说法听起来蛮吓人的。两种不同的看法哈，我们虽然说波顿他是前任的美国政府官员但是不是代表着说美中两国元首见不见面，比起现在这个在竞争的像是土豆泥西土大豆芬太尼，美方还是必须要对台湾问题有一个清楚或者说是最终的表态？罗董觉得，美国在这里，尤其川普总统对于台湾的问题向来不表态。都是保持模糊，因为他的模糊战略加上他的一中政策，这是美国目前对台湾问题的一个基本立场。虽然美国国内有很多声音说你应该更清楚的表态，就像拜登总统任内，他有很明确的表示说，如果台湾有事，美国一定会全力的反击。这样的一个说法川普并没有采取相同做法，因为他一直对于拜登的做法他是不认同的。所以在这里呢，讲到高市早苗也是一样，高市早苗在日本的国会面对野田佳彦在野党的领袖咨询的时候，他也说，过去日本对于台湾问题都采模糊战略、模糊的策略，你为什么却说出了这样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你这个是不是逾越了你应有的界限？高市早苗他就把他过去所说的话再重新修改了一次，说我其实也是要采取模糊的，他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对，虽然他又引发了旧金山合约这样的一个争议，但是至少在原来的这个发言的问题上，他是做了一些调整。当然，这样的一个调整，中国大陆还是没有办法接受。对，但是代表美日对台湾问题，他们都希望参与一个战略模糊的角色因为美中关系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美中关系的稳定，贝森特强调说，明年川普总统跟习近平两人要见4次面。一次是川普去访问中国，一次是习近平访问美国，另外一次是 G20， 另外一次是 APEC， 所以4次会议。那美中领袖的定期的会面，这是美中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基石。那他为什么强调这个土豆泥呢？是因为美中的贸易关系又是美中关系一个重要的基石。这个基石可以让两边的这个关系不至于有所松动。有了很好的经贸关系，自然就不会有台湾问题是这样的一个发生。可能他们的逻辑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觉得说也没有必要对表态。当然，对我们台湾人讲，我们希望美国很明确的表态，要保护我们，这是我们觉得最安全的地方。但是就川普，他是一个喜欢做大交易、大战略的人来讲，他什么事情不希望讲明，尤其台湾问题上，他特别不愿意讲得特别清楚，这是他一直隐藏在心里话。维持战略模糊就是希望保留一个弹性的空间那但是刚刚讲特别说到4次的美中元首会现在外界也有分析说4次也不要先太乐观的太早因为这4次会不会之后有变数而因此影响呢？不过看一下这4次的美中元首会就是刚才骆老师有提到的，包括了 APEC 就是明年11月，那这次这个明年的 APEC 呢是在深圳举办，还有呢就是呢川普他先前不是讲了吗？在2026的4月。
那会到中国大陆进行国事访问。之后呢，这个习近平也会回访，还有就是 G20。好，那中国大陆国防部哈，因为我们看到整个中美的博弈或者讲说竞争，其实不管从外交上、从经济上、从政治、军事上面都可以看得出一些端倪。军事的部分呢，中国大陆国防部最近是举行例行的记者会，在会中证实了一件事，就是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第2次的工作小组会议，还有年度会晤，18号到20号是在美国夏威夷举行。中方的发言人蒋斌表示这个会晤呢，主要是要落实两国防长关于加强一线官兵沟通交流的共识，避免误解跟误判，要管控风险危机。好，所以在这个周日发生了这个高市早苗的炸锅言论之后，可是看到了中美双方一线官兵还是可以交流哈，这是一种什么样形式的管控风险？我们怎么解读？吴岳老师，我想这是非常正常的吧。中日关系的问题固然挑动敏感的神经，但是中日之间关键的问题，最核心的仍然是中美的问题。是因为日本其实它没有单独有能力来行使自卫防御权。如果它没有美国的认可跟美国的支持的话，那因此我们看到说，如果以目前为止，那川普总统跟习近平既然在10月30号都已经见面了，那川普总统跟习近平也在11月20号彼此通了电话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什么？美国的防长就是他们叫战争部长赫塞斯，他在10月31号在东协的防长的扩大会议，也跟大陆方面的国防部长董军双边举行会谈，而且赫塞斯说，双方的美中的军事关系是前所未有的良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出什么？美中之间不管是最高领导人的层级，还是有关于外交的层级，还是有关于经贸的层级，就是贝森特跟何立峰，还是有关于双方防长的层级，不管是董金跟赫塞斯，还是有关于这一次是属于严格讲副部长的层级。那双方这种保持各式各样沟通管道的畅通，就是想要避免误判，就是想要管控风险，就是避免所任何擦枪走火可能。所以这样做才是正常的吧？可是这个军事的互信刚刚您说这个不管现在是增进这个一线官兵之间的这个交流的互动那但是从几个层面可以继续看后续中美之间彼此的往来。中美之间的往来大概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双方领导人的会谈。我想北京方面大概针对川普总统大概已经明确做了定性的，美中关系最关键最敏感的就是所谓的最高领导人的会晤，跟最高领导人就算不会晤通电话。对，因为双方的领导人唯一现在都可以完全的拍板跟定案。就换言之，美国方面不管谁怎么讲，从中方角度都不重要，川普怎么讲最重要的。从美方的角度来看的话，习近平怎么讲也是最重要。所以美中之间只要高层的管道能够维持畅通，双方在经贸议题，就是我们看到何立峰跟贝森特，双方在有关于国防问题，我们看到就是赫塞斯跟董军，双方在所谓外交的问题，就是王毅乃至于跟目前美国的国务卿，这只能够保持各式各样对话。美中关系只要维持对话，它就不会失控。美中关系只要能够维持一个良性的一个互动，它就不会有意外跟擦枪走火的可能。所以不用特别去看中日关系好像是特别的紧绷，会上纲上线的。只要美中关系维持它良好对话，我相信中日之间来讲的话，不会有大规模的失控问题出现的。确实这个中美两强的都是领导人说了算其他的你说就算是国务卿也好就是外长嘛，那还有就是军方的说了，最后拍板定案的还是领导人所以现在最近也看到日本方面不是有前官员也特别提到说，中日之间的纷争，就习近平的一句话是决定了接下来日本应该要怎么样处理那你要怎么样处理呢？这个日本最近不是也说了吗？说如果真的走到军事这一个，我们是有能力，他说日本有能力是能够把福建舰给击沉的结果呢，中方现在就最后就开始吵起来了就说，那你真的是痴人说梦。说到福建舰，《世界报》有一个最新报道他们认为这个福建舰呢是中国大陆海军的第3艘航母，但是特别强调它是第1艘摆脱了过去陈旧俄罗斯式设计的潮旧这个是一艘真正的中国国产航母。那中方发言人蒋斌也是语带玄机的说呢，
我们是始终根据国家安全还有装备技术发展的需要，推进航母的建设。美国肯塔基大学派特森外交国际商业学院的助理教授叫罗伯特·法利，他则是指出他说，如果是讲核动力航母现在看到法国是除了美国以外唯一拥有这个核动力航母的国家，但是法国戴高乐号的2个阿哈法K15反应炉只能够输出300兆瓦的输出功率，这个功率还不到福特号这个核子航母的动力的一半，所以拉回来看科技的部分、技术的部分，核反应炉应该就是核动力航母的技术关卡。所以黄老师从这个您的了解这个核反应炉，而且在一个核子航母的这个动力的角度来看的话，中方现在接下来就是要发展它的核动力航母它的能力跟它的挑战各是什么？这个其实是一个还蛮复杂的问题。那其实它从核反应炉来看，其实它整个是一个能源嘛。那各种物理学家、各种科学家其实一直都在追寻的是所谓能源的圣杯。我们希望拿到一个 Grail， 那这个能源是可以持续去运作，然后在瞬时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个很高的能源转换效率。对。那其实讲核反应炉，我们就先回来科普一下。核反应其实大家都非常理解嘛。其实说白了，它本质上就只有2件事情，要么是核分裂，要么是核融合。核融合。那核分裂技术是目前至少在我们人类可用的技术。那核融合是我们不断在追求的一个技术。那但在这个可控的核分裂之下，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控制得好叫核能反应炉，控制不好就叫核爆，它就爆炸了。那核反应炉这个东西，它本身其实相当单纯，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想成说，在这个这么巨大的能量，我们就根据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式 E 等于 mc 平方，或者这个能量里面，我们透过这个核反应炉里面对它的中子进行减速，去达到可控的情况下，把这个所谓核产生的大量能量换成我们可控的热能量或者是电能量，这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一个物理机制过程。那中方现在，当然我们知道它已经有这个核子发展的能力包括它的核弹，包括现在讲到的接下来要推的核动力航母，但是在技术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是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它的一些挑战是什么？挑战就是时间不够嘛。其实从来不要去怀疑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是任何一个科学家，他没有办法去发展出任何的技术。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慢慢的去堆叠，其实技术都是可以被更新领先的。所以，而且其实像无论是美国或者中国这种比较大型的国家，他们除了应用面上，他们非常去抓住一些导向之外，他们甚至在基础科学上都不断的去精进与突破。所以你说有什么比较大的瓶颈吗？我觉得那只是时间的问题。对，那这个其实就有点像当年冷战时期，大家在比科技进步。那瓶颈或者不是瓶颈，有时候可能只是刻意创造出来的一个烟雾弹罢。所以就看时间站在谁的那一边是，或者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是。对，就是有点像是您刚才分析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早期这个中国大陆在发展包括太空航太方面的这个火箭也好，还有包括等一下我们会聊的晶片技术也好，其实呢就是看时间到底能够是缩短，还是呢能够要把它往后推长一点。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寰宇全世界。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寰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好，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来看这个礼拜最大的科技争议焦点就在于台积电的技术有没有可能被泄露、被窃取呢？台积电在这个礼拜最新的一个动作是正式宣布，对于退休转任到 Intel 的前资深副总经理罗维仁提告。罗维仁这个人呢，其实在这个礼拜真是声名大噪原先大家都不知道台积电，也许内部的人会知道，科技界人会知道，但是一般的民众可能并不会知道。但是这几天真的是声名大噪。那风传媒也报道说，其实罗维仁他是非常少用电脑的。跟设备商、材料商在开会的时候呢，根据
亲近他的人说哈，这个所有的技术细节他都是手写记录下来，所以多年下来累积的笔记量非常惊人，甚至形成了个人化的先进制程知识库。所以呢，今年罗维仁在7月份退休之前呢，那他要幕僚帮他整理资料的时候呢，他的幕僚竟然打包出了超过20箱的手写稿。而这些手稿呢，现在也被外界质疑，会不会包括了像2奈米啊，甚至是2奈米以下的，像 A16啊，就是1.6奈米、1.4奈米、1奈米，甚至是0.7奈米这些关键技术的讨论记录，还有会议摘要。因为最近讨论罗维仁，很多就是说，他都已经当到台积电这么高层了啊，其实不缺钱啊。我看到也说是为了一个什么使命感吗？还是说有其他的背后的动机？而且呢，大家也在讨论的是，在他退休之后，就应该在退休之前啊，曾经也被问到说，那你退休以后要去干嘛？他说要转去做学术机构啊，结果呢，没有想到就跳槽到 Intel 哈。那现在呢，旧东家就是台积电呢要打法律战，可是新东家 Intel 表达力挺之意。这 Intel 呢就发表声明啊，说现在有很多的臆测啊，你们都是在猜，可是没有迹象显示任何的指控是具有可信度的，而且强调说，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是产业运作的正常现象。而国外媒体呢，这个叫做 WCCF Tech 的报道指出 ，Intel 的执行长陈立武在一封发给内部员工的备忘录也直接说 ，Intel 现在全力支持罗维仁加入 Intel。我要先问的是 ，Intel 跟台积电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在关系上发生什么样的这个变化？吴磊老师，您觉得？我想，当然 ，Intel 跟台积电本身它是既合作又竞争。对，所谓合作就是像 Intel 像很多的，包括像先进的制程，它仍然必须要委由台积电来代工。那竞争的部分来讲的话，大家当然知道说，像 Intel 本身，包括像18A 也好，未来14A，那基本上它都等于台积电的2奈米。只是它目前为止良率是很差的，因此来讲的话是不符合成本的。因此这个问题可能会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台积电本身跟这样一个资深的副总本身来讲的话，两者之间的法律诉讼如何？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当然就涉及到 Intel 本身跟台积电本身彼此在竞争跟合作上会产生哪些一些所谓的新的变数嘛？是。但是我想这个问题会比较复杂一点来讲的话，因为涉及到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来讲的话，目前为止来讲的话 ，Intel 的最大股东是美国政府的。美国政府占了 Intel 本身，因为89亿的晶片法案嘛，大概占9.9%。现在是美国政府是 Intel 第一大股东。那第二个，罗维仁当然他是目前为止查了一下，他是拥有美国护照的人嘛，所以他也持有美国国籍的嘛。对。那因此，台积电他所提出的法律诉讼来讲的话，就要看这个禁止竞业条款当中有没有涉及到违法的部分嘛。但是最终来讲的话，法律在执行过程当中，以及美国方面来看怎么来宣判来讲的话，那是取决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两个之间来讲的话，基本上跟美台之间有关于科技管制是没什么太大关系的，跟美台之间有关于在经贸谈判跟232条款也并没有很大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到的是台积电跟 Intel 本身在有关于先进制程跟高阶制程跟下一代当中的双方在竞争跟合作上，到底是采取什么样关系嘛？对，而且我最近看到一个分析报道，我也想请教您哈，就是特别提到了台积电的难处，就是说如果真的进到了法庭的攻防，你必须把所有的资料啊，甚至包括机密资料，你可能必须要去提出来哈，就是你真的窃取了这些机密，可是这些机密也会因此而外泄啊。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几个问题，台积电如果不提告的话，外界的想象空间会非常非常的大。那台积电的提告至少要几个目的嘛？第一个目的来讲的话，具有所谓宣示性跟通吓性的效果，就是说，因为来讲的话，台积电它有各式各样的协力厂商，有各式各样的合作的厂商，因此透过这样一个提告本身，当然可以对有关于 Intel 在先进制程乃至于跟台积电具有竞争上来讲的话，也可以产生一些所谓具有若干吓阻的效果嘛。对。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台积电其实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当然你说罗维仁一个人，当然代表是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技术资深最重要的副总，但是你说以台积电这样一个庞大之间所拥有的专利，那以一个人要把所谓台积电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优势当中，能够有效的移转到 Intel 当中，我想应该也不至于嘛。但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因为 Intel 会不会因为罗维仁的这样一个参与，缩短了它有关于先进制程上，因为目前为止为什么 Intel 做得不好？对它研发是够的，不管是18A 还好14A，但是就是良率差嘛，就是
不具有所谓市场竞争性嘛。那因此这样的过程当中，它会不会缩短它的所谓的制程？对，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才是大家所关注的重点。是，所以它里面是涉及到有关于一个在美国极力扶持的 Intel 厂商，有美国政府在大力支持的，那一个是在全世界拥有全球布局的台积电，那两者之间的竞争跟合作到底维持什么样关系嘛？而且你拉高来看，说未来进到这个司法途径哈，这个彼此攻防的时候。那知道罗维人他的背后可能是美国政府哈，这个部分你到底打不打得赢，可能还是个问题。不过这个时候呢，也看到了黄仁勋啊，辉达执行长呢，他也被问到说台积电这次的这个风波，那说这个研发高层转投英特尔带枪投靠，他怎么看？黄仁勋说呢，他对于细节不知情，但是呢，他坚信台积电的韧性和稳定性啊，因为他说台积电呢，并不是只仰赖单一个人。台积电的强大基础是建立在复杂的技术、深厚的企业文化，还有多面向的科技实力之上。而且呢，在讲台积电的同时，也不忘去一下辉达。他说这个辉达的技术呢，本身就极其复杂啊，这些技术也是充分展现在他们的晶片设计啊，还有系统软体当中。那辉达的成功建立在所有的技术必须要整合才能够运用的基础上，技术过于复杂，难以真正理解或者是复制。辉达是花了33年的时间才建立这些技术的壁垒，让很多人难以达到这个门槛。最近大家不是听到他讲说，他还特别责怪了他们的公司高层了，因为高层说不准这个员工使用 AI， 结果呢他就说，怎么我们自己是 AI 未来相关的这个公司哈，所以黄仁勋他就下了一个结论，他说就算有人离开辉达，他也认为没关系哈，因为辉达的技术是非常难以复制的。所以陆老师，现在美国就是还是对中国大陆在科技方面是做了很多的管制封锁哈。但是中国大陆的科技厂商绕道拿到辉达的晶片我们也常常看到这样相关的新闻，像 DeepSeek 也确实参照了辉达的 AI 晶片回到说技术真的是无法复制吗？这一点问题你怎么看？当然，有些技术是可以复制的，有些技术真的是没有办法复制。那以罗维仁，他是台积电先进技术事业的副总、营运副总、研发副总，这个技术开发组织的副总到企业发展策略副总这样的一个资历，对他的跳槽就不是一般的人才流动了。所以，尤其他在离开的前一天，还去听取了最新制程的一个研发的一个会议，就代表他对台积电的这个技术是有相当的掌握，而且在他任内呢，他曾经对于 EUV 的微影技术、5奈米、7奈米这些他都有参与，而且他团队呢取得了1500个专利，这是相当惊人。他不是一般的人才流动，这是我们一定要先界定好。第二个，黄仁勋他现在是 Intel 4%的大股东，他已经不是一个客户或者是一个竞争者。我们知道 NVIDIA 以前是跟 Intel 是竞争者。他在 CPU 竞争，现在跑了跟 GPU 跟 Intel 竞争，所以他是取代了 Intel 的这个地位，所以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境。第三，我们过去台积电曾经也同样有一个研发副总梁孟松，他跳槽到三星，当时台积电是倾全公司之力阻止梁孟松跳槽到三星，后来终于法院判决，就是说在2015年以前你不能去三星任职，这是法院最终的判决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台积电目前只有对台湾的智慧财产及商业法院提出民事告诉，并没有提出刑事告诉，代表台积电认为说你已经违反竞业禁止了，你答应我跟我签了协议书，在离开台积电之后若干年内不能去我的竞争公司上班，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台积电提出这样民事告诉，但是你也没有把我的这个商业秘密、营业秘密拿去其他公司使用。这个他没有提出告诉，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台湾高检署智慧财产分检署呢也提出主动的调查、主动侦办，因为这要靠刑事这个的力量才能侦办，才能出来一个结果。所以在这样的结果之下，我们最后才能发现说，罗维仁你跳槽过去，你有没有把台积电你这20箱的这个资料拿去到Intel 做使用？这很重要，因为即使你是当初是有权看这个资料。但是你没有权把这个资料拿去 Intel 使用，因为你要拿去使用要经过台积电同意，这是非常明确的。对，我们这个营业秘密法跟国家安全法也有很明确的规定啊。你在境内窃取使用的话是5年以下，
你在境外是1年以上10年以下。如果你这次是把2奈米的核心关键拿去境外使用的话，是5年以上12年以下，这个图形是非常重的。所以台积电一定势必得做出一个动作，让他所有的员工知道这样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对，现在这个陆续有看到说，为什么罗维仁这个离开了台积电之后，他会去 Intel 哈？现在原因众说纷纭啊。但拉回来看说这技术层面的部分呢，我要请教一下黄老师啊，因为我看了一下罗维仁他的一个资料。其实罗维仁在台积电其实立下蛮多战功的，他还是这个台积电的夜鹰计划主责的啊。夜鹰计划就是24小时让台积电整个工厂运转不停歇哈，所以在28奈米其实是赢过对手的关键。可是在这次跳到这个 Intel， 大家就会想说，哇，你带走如果是2奈米甚至是以下的这个技术，为什么这个先进制程会这么的让大家紧张哈？就是说，因为它最先进嘛，那当然就是技术含量也是最高的。它最主要那个部位是什么？哦，这个问题其实蛮有趣的就是其实我们在学程里面，我们从去年，因为 Intel 本身是一家 IDM 嘛，然后到 Fab， 我们都在讨论说，这2家公司在那个时候他们换了把基辛格换掉，然后14A 厂正在盖，对，一直在这样过来这个过程，其实都发生挺多有趣的事情。刚好最近我们在学程里面也在讨论罗维仁这件事情哦。你说最关键、技术含量最高的这个部分，我们开个玩笑说，其实最关键的部分在工人智慧。为什么我这样说？我们都说做晶圆这个东西就像在烤披萨，你的 recipe、你的材料，它其实都只是一个起点。就哪怕说罗先生跟设备商、材料商开会把技术细节做，那叫做起点。刚刚何荣您也提到了说夜鹰计划嘛，十多年前。那个时候10万青年10万肝，积极轮班救台湾。10万肝，对。那这个其实，在过去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把设备大家都查得到去哪买的，甚至打听可能都打听得到，但最后进来了之后，里面怎么去改装的，里面怎么去绕过一些东西，然后再来就是如何去提高产能。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刚刚几位2位老师讲良率。对。这个才是它技术含量最高的关键部分，因为今天台积电当然买来它做制程，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成熟的产线，非常好的一个场域，它把这些兜起来。但是这个设备是谁提供？它不会自己去做设备。所以其实你说技术含量很高的，其实是这些我们台湾的这些辛勤的工程师们，他们堆积起来这些所谓真正的工人的智慧。所以罗维仁离开了台积电，那没有，如果整个团队都被挖走，整个 Fab 都被挖走。那个才会是最恐怖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所以简单的请教你哈，就是说从良率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算所有的东西食谱啦什么都偷去了，但是呢，想要短期之内提高到良率 ，Intel 也是办不到的，是这样吗？我个人觉得相对是辛苦嘛。今天就像8味姜母鸭，你去吃龙门路那条店，还是你吃和平东路那条店，那味道上肯定也是不一样的。那你说短期内马上要追到什么？你就算去吃了好几次，用了好几次。你也不见得知道里面的 know-how 是什么，没错，除非你把那整个团队都挖过来，这个才是最直接的。对，就好像以前我们听过一句话，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啊，台积电也不是一天就称霸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